全村都领到了80万景区征地款和新民居的钥匙，唯独我家一无所有，成了笑柄。当了村主任的堂叔当众羞辱我家，得了好处的村民全忘恩负义，跟风嘲讽。我爸直接被气得晕倒在地，但我没闹，而是亲手拆了自家仅剩的老屋，建了座人人都嫌晦气的污水处理站。没人知道，这座被他们笑掉大牙的污水处理站早已攥住了全村的命脉。我只等他们哭着来求我的那天，村委会大礼堂的扩音器杂音还没散尽，此起彼伏的短信提示音就轰然炸开了。村民们狂喜的嘶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。我家的也到账了，真的是80万！新民居交房通知也来了，以后住楼房吹地暖，再也不用进山刨石了。空气里裹满了铜臭气，混着村民们失态的叫嚣，熏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我和爸妈坐在礼堂最偏僻的角落里，就像是热闹的汪洋里的一座荒岛。主席台上传来一声刻意放大的清嗓声，瞬间压过了大半的议论。青石峪村的村主任，也是我的亲堂叔林茂生，拿着话筒站在台上，油光满面的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意，目光直直扎向我们所在的角落。现在的世道早变了，死抱着老理儿不松手，别说吃肉了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人活在世，得懂变通，才能踩准时代的步子，不然就活该受穷。我爸原本灰败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握着手机的手抖得几乎要把机身捏碎。坐在前排的林磊听到林茂生的话后，立刻捧臭脚，阴阳怪气地拉着长音说：“林伟，之前听人说你在城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年薪几10万，我们都羡慕的不行，怎么现在连自家80万和一套房都攥不住啊？还不如我这高中没毕业的，起码能跟着村里沾光。”周围围观的村民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，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像刀子一样飞过来。真是死轴子不开笑，送上门的钱和房都不要，不是穷命是什么？读再多书有啥用？连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，跟主任作对，能有你好果子吃？话音未落，我爸猛地红了眼，抄起身边的塑料板凳，疯了一样往主席台上冲。周围的村民瞬间乱作一团，几个男人赶紧上前拉架，把我爸死死困在了原地。我爸挣不脱阻拦，脸从涨红瞬间褪成惨白，一口气没倒上来，直挺挺地向前栽去。我眼疾手快，在他倒地前稳稳接住了已经没了意识的他，视线穿过乱哄哄的人群，我冰冷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，死死定格在林茂生那张错愕又带着得意的脸上。林茂生猛地僵住，被我那仿佛是在看死人的眼神刺到，干咳一声后匆匆宣布散会。在渐渐散去的人群里，我死死抱着昏迷的父亲，暗暗在心中发誓：林茂生，你加在我家身上的所有羞辱，我会让你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深夜，屋里只剩下我爸粗重的喘息声和我妈压抑的哭声。他躺在床上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，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。他林茂生抢了咱家新民居的名额还不够，连老宅和咱家林地都要吞，他这是要把咱们家往死里逼呀！都怪我这肚子不争气，没能给家里添个能顶门立户的男丁，才让林茂生这个混蛋这样欺负我们家。薇呀，爹本来盘算着这80万给你当嫁妆，让你以后有个倚仗，可现在……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爸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我扶着他坐起来，然后站起身，从书桌抽屉里掏出一叠纸，拿到他面前。最上面是我熬了3个通宵，托设计院同学调出来的新民居管网竣工图，下面依次是盖着红章的林地承包合同，我做好的标准化污水处理站建设规划，还有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扶持政策文件。最底下的是我上周就提交上去的建设预审批回执单。我爸皱着眉，眼里满是茫然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对他说：“爸，我那个在设计院工作的大学室友1个月前就跟我透了底，咱村河道要进行生态整改。”我指着图纸上用红笔圈出的排污口告诉他，村里的排污管道都在下游主河道边上，现在村里把主河道全卖给了景区，1个月后景区会把所有直排口焊死，谁都动不了。林茂生看着是拿了钱，实则是卖了全村的活路。我爸妈凑在一起，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些文件，他们认不全上面的专业术语，但看到了我眼里从未有过的坚定。其实半年前村里讨论新民居管网规划的时候，我就特意请假回来了一趟。当时施工队拿了3套方案，林茂生嫌另外2套成本高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我当着他和施工队长的面，用流体力学算了一笔账，证明只有走西边我家林地的重力流方案，造价最低，后期维护最省事。林茂生当时巴不得把管网往没人要的山坳里引，想都没想就拍板定了。他以为占了便宜，把抽水都排到我家地里，却不知道从他签字的那天起，全村的命脉就已经攥在我手里了。我认真地看着他们说：“爸妈，信我一次，林茂生从我们家抢走的一切，我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，他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”第二天早上，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就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前，而我正拿着图纸跟施工队长交代细节。吃过早饭的村民3-3两两地凑了过来，交头接耳，
下一秒，在全村人瞠目结舌的目光里，大铁锤带着风声重重砸下，一声巨响，我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侧墙轰然倒塌，漫天尘土瞬间弥漫开来，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疯了！这是拿不到拆迁款气疯了吧？自己拆自己家，手艺两口子你们也不管管，好好的房子说拆就拆，家都不要了。我爸妈就站在老屋一边，脸上虽带着掩不住的不安，却一步都没动，更没有开口阻止。林雷挤在人群最前面，眼睛都亮了，他掏出手机对着倒塌的墙和我一顿猛拍，手指飞快的编辑文字，直接甩进了高中校友群，配文刺目又恶毒。大瓜，咱学校的第一才女林薇疯了，因为没有拿到拆迁款，砸房子给村里示威。群里瞬间刷出几十条看热闹的消息，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一个字都没说。我妈默默拉起了红布条，将看热闹的人隔绝在外。我爸上前接过工人手里的卷尺，帮着指挥清理碎砖。尘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我死死盯着不断坍塌的老屋，心口像被钝器碾过一样疼。但我清楚，这一锤锤砸下去的不仅是老屋的墙，更是林茂生钉在我家身上的耻辱。只有亲手砸碎这困住我们的过去，我才能把这群白眼狼拖进他们自己挖的坑里。施工队的挖掘机刚开进院子，轰鸣声就引来了林茂生。他背着手舔着肚子，迈着8字步踱到我面前，假惺惺地开口：小薇啊，你这孩子不是瞎胡闹吗？房子拆了，你和你爹妈住呢。再说了，这林地早晚是要村里统一规划的，你在这儿乱挖乱建，到时候树还得拆。他嘴上说着担心，嘴角的幸灾乐祸压都压不住。挖掘机的机械臂再次重重落下，老屋的正房屋顶瞬间塌了一半。林茂生看着我油盐不进的样子，彻底放下了心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输红了眼、破罐子破摔的疯丫头。他嗤笑一声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长辈教训晚辈的语气慢悠悠地说：听书一句劝，别折村西头那间猪圈现在空着，你们收拾收拾先去住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我抬眼看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，说：这片地是我爸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，红章是你当年亲手盖的。别说村里统一规划，就是镇里要征，也得先跟我们家谈补偿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拆就拆？我不再看他，冷声说：猪圈还是留给需要的人也住吧。我家合法承包的林地，我想怎么建就怎么建。林茂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甩了甩袖子，转身就走，边走边恶狠狠地啐了一口：死丫头片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看你能蹦跶到什么时候？挖掘机整整轰鸣了一天，夕阳西下时，我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和屋后承包的那片林地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平整开阔的空地。我指挥着工人清走最后一车建筑垃圾，拿着白灰在地上画线。警戒线外的村民越围越多，指指点点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拆了房子还不够，把林子也推平了，这是打算不过了。不对，我前阵子去镇上污水处理厂见过，这是埋大罐子的坑，他要在这儿建废粉池。这句话像炸雷一样在人群里炸开，短暂的寂静后，爆发出震天的哄笑声。我的天啊！985高材生回来建大粪坑，当年全村敲锣打鼓送他上大学，就为了回来掏大粪。我看这书是真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手艺家真是造了孽了，养出这么个脑子不正常的闺女。潮水般的嘲讽劈头盖脸砸过来，我却没有半分动摇。他们笑我疯癫，却不知道我画的每一道线都是锁死他们后路的生死符。3天时间，场地平整，灌体预埋工作全部完成。我带着工人马不停蹄地开始搭建配套设施。他们看着我一车一车地往山里拉设备、拉管材、拉建材，眼里满是看傻子的同情。村里的人陆续往新民居搬家，每天路过我家门口都要停下来看2眼，然后嘲讽2句再离开。这期间，我完善了24小时智能管控系统，做了全流程的应急预案，还拿到了乡村污水治理的专项运营资质。我还在设备外围做了全封闭的隔音隔臭处理，连一丝异味都不会散出来。我把在大学里学到的所有规划、环保专业知识全部用在了这片山地上，可在村民们眼里，我就是个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疯子。我看他是被林茂生逼疯了，就这点能耐还想跟人家斗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把自己家霍霍成臭粪坑，活该被人踩在脚底下。这些话像针一样，每天扎在我爸妈的心上。他们每天待在处理站临时收拾出来的小屋里唉声叹气。林茂生甚至在村里的搬迁大会上拿我当反面典型，还特意强调我家林地权属不清，乱搭乱建，早晚要被拆除。他们都在等着看我赔得底朝天，等着看我跪地求饶。我妈犹豫了好几天，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我，建这个污水处理站是不是真的可行？我爸皱着眉在一旁一言不发。我轻轻拍了拍我妈的肩膀，又给我爸递了一杯水。爸妈，再等等，就快了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，女儿没有给你们丢脸。这天下午，我把一块早就做好的不锈钢公示牌牢牢地立在了处理站入口处。牌子上用醒目的防腐漆写着几行大字：青石峪村集中式污水处理站，下方标注着农村污水治理合规运营单位、清晰的排污许可审批号，还有明确的污水处理服务收费标准。果然，在看完牌子上的内容后，嘲讽如期而至。处理大粪还收费，他怎么不去抢啊？镇上掏粪工都免费上门，他还敢明码标价，真是疯了！谁家还没个3格化粪池？就这破罐子，白给我用我都嫌臭。
我没理会，转身锁上了处理站的大铁门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成了整个青石玉村最大的笑柄和反面教材。污水处理站冷清的能长出草来，别说来缴费的人，就连村里的狗都绕着道走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站里打磨细节、调试设备、优化管网接驳方案，对接县生态环境局做预验收。这期间，我的排污许可证也正式审批下来，是全村唯一一张合法有效的污水处理运营资质。我和镇里的环保站、水利站签了联动监管协议，确保运营全程合规。明天就是我设定的污水处理站正式运营日子。我做了最后一轮全流程测试，全部正常。当天晚上，林磊专门跑到我的污水处理站门口，举着正在直播的手机怼到我脸前，嘲讽道：“林伟，看看你这破粪坑，连个来问的人都没有，还敢开业呢？”我看着他上蹿下跳的样子，没生气，只是淡淡一笑。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我在设计院工作的同学。林伟，河道生态整改的通知还有3个小时正式发布。我自信微笑，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挂了电话，抬头看向远处黑沉沉的青山，山风卷着潮气吹过来，掀动了公示牌的边角。他们的狂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晚上8点，河道直排口全面封停的整改通知正式发布。景区核心景观河道全面封停直排口，3日内拆除所有通往河道的排污管道，违者顶格罚款5至20万。拒不整改直接移交司法机关。我坐在处理站的中控室，指尖轻轻划过手机屏幕上的文件。这场持续了1个月的嘲讽与羞辱，终于迎来了反转。新民居那边当晚就炸了，景区保安拿着焊枪，连夜焊死了一半临时排污管。已经入住的人家，马桶里的秽物咕嘟咕嘟往上冒，顺着瓷砖缝流了一地，整栋楼瞬间弥漫开令人作呕的臭味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景区的工程队就开着挖掘机、焊机车浩浩荡荡进了村。不到2个小时，新民居通往主河道的排污主管被彻底焊死，水泥封堵，管道口还装了带 AI 识别的24小时监控。工程队负责人看着围观村民，厉声说道：“如发现有私接管道的行为，我们会直接报警，最低罚款5万。”丢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整个新民居彻底变成了人间地狱。1楼的住户马桶一冲就反水，污水污物直接溢到了客厅里。2楼以上的住户排水完全瘫痪，屋内臭气熏天，蚊虫滋生，30多度的高温，臭味飘出半里地，在村口都能闻见。游客刚走到村口就捂着鼻子转身就走，平台上的差评刷得比瀑布还快，订单一夜之间全部退光。林磊把婚房都改成了网红民宿，刚装修好还没开张，现在连自己都住不进去，蹲在路边揪着头发直骂娘。林茂生带着村民去景区闹事，景区负责人直接把合同拍在桌子上。林茂生，河道当初你们已经卖给我们，合同还在这儿放着呢，你们村的排污问题自己解决。林茂生没办法，紧急找来了当初盖新民居的施工队。施工队长拿着管网图纸往地上一铺，扫了一眼围得水泄不通的村民，扯着嗓子吼道：“别吵了！整个新民居的排污管网终点就是村西头林威家的承包地，除了接他的污水处理站，没有任何别的办法。”村里没人愿意低头，一群人堵在新民居楼下吵吵嚷嚷，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。肯定有别的办法，他林威就是想故意卡我们。不就是改个管子吗？多花点钱还能找不到人干？村里咬着牙，一连找了10几个施工队，可每个队长看完图纸，绕着村子转一圈，全都摇着头收拾东西走人。最后一个施工队长被缠得没办法，把管网图往地上一摊，指着等高线对着围上来的村民，一字一句吼道：“这楼的排污管是重力流设计，只能从高往低走，东边是景区的红线，碰一下赔10万，北边是山挖不动，南边是农田，谁动谁坐牢。”施工队长缓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只有西边林威家的承包地地势最低，能接管网，能建处理站。你就是把全国的施工队都找来，也改不了这天老爷定的地势。”话音落下，整个村子瞬间死一般的寂静，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哀嚎声。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，有人蹲在路边揪着头发骂自己当初瞎了眼，还有人想起刚投进去几10万的民宿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刚才还嘴硬的村民，此刻像疯了一样朝着村西头的污水处理站跑。我早就站在铁栅栏后面等着了，我没有开门，只是隔着冰冷的铁栏杆，平静地看着他们，一张张写满慌乱、悔恨和恐惧的脸。之前的嘲讽全都变成了讨好和哀求，他们扒着铁栅栏，七嘴八舌地喊着：“小薇啊，婶子错了，婶子当初不该骂你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帮帮婶子吧。”林威啊，我求你了，我家孙子都拉裤子里3天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全家都要臭死了。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是我们狗眼看人低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。听着村民们的讨好，我爸妈脸上的笑容就没停下来过。他们站在我身后，腰杆挺得笔直，面对村民们投来的目光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卑微和不安。
看着他们前倨后恭的丑态，我心里没有半分心软。当初他们跟着林茂生起哄，往我们家身上泼脏水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时候，可曾有过一丝犹豫？林磊在全村人面前肆意羞辱我，他们跟着哄堂大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当初他们往我家身上扎的每一把刀子，现在都该原封不动地拔出来还给他们了。林茂生站在不远处，看着围得水泄不通的村民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一个被他踩在脚下，连争的协议都没签的丫头片子，怎么突然就攥住了全村的生死命脉？从早上到下午，来处理站门口求签约的村民络绎不绝。林磊更是堵在污水处理站门口，结结巴巴地问我能不能帮他家接个管子。我看着他，淡淡一笑，告诉他我的处理站只给合规签约的用户服务。晚上，新民居里依旧是哀嚎一片，没接入管网的住户只能拎着水桶一遍一遍处理污物，狼狈不堪。我站在处理站的中控室里，看着外面新民居里亮着的一盏盏灯，心里清楚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家在青石峪村的命运彻底改写了。那些曾经嘲讽过我们的人，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。短短2天时间，全村80%的散户都登记了接入申请，10几家民宿农家乐直接签了长期合作协议，光这2天的签约营收就超过了20万。这个数字，除了我爸妈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就算是他们看到的热闹景象，也足够让整个青石峪村彻底炸锅。之后又有10几个开民宿农家乐的老板从镇上专门赶过来，问能不能接入处理站，哪怕多给钱都行。我笑着跟他们道歉，告诉他们想要接入只能先登记预约信息，按顺序排号。那些老板满脸遗憾，但也只能先登记了预约信息，然后遗憾地离开。这一幕被村民们看在眼里，更是惊掉了下巴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我这被他们笑了1个月的粪坑，不仅能解决他们的生死问题，还成了人人抢着用的香饽饽。周一一大早，我家门口就围满了村民，只不过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是来嘲讽看笑话的，而是一个个满脸堆笑，手里提着鸡蛋、红糖、水果，凑上来跟我爸妈打招呼，问东问西。看着他们前倨后恭的样子，我爸妈心里说不出的畅快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我只是淡淡笑着，跟他们客套了几句。这些人当初跟着林茂生污蔑我家林地全属不清，嘲讽我们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起劲。现在看到我们攥着他们的活路，又一个个凑上来想沾光。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没过多久，林茂生也来了。林茂生背着手舔着肚子，慢悠悠踱到我面前。他刻意清了清嗓子，摆出村主人的架子，脸上对着假的不能再假的笑。小薇啊，真有出息！这处理站搞得有声有色，给咱们青石峪村争大光了。我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。输过奖了，我就是在自家合法承包的林地上小打小闹，混口饭吃。叔给你商量个事儿，村里想给你批块地，把这处理站扩大3倍，咱们村集入股，咱一起经营，把它做大做强，怎么样？见我没吭声，他又摆出长辈的姿态，语重心长地说：还有你家那80万补偿款和安置房的事儿，叔一直记，只要咱们好好合作，叔明天就去镇上给你导，都是一家人，别闹得太生分了。周围的村民都安静了下来，齐刷刷地看着我，谁都听得出来，他这是看到我赚钱了，想过来分一杯羹，还用本该属于我们家的东西当筹码，逼我低头。我看着他，眼神里一片冰冷。合作就不必了，我这小本生意庙小容不下大佛，不敢麻烦村里，更不敢麻烦叔。就在林茂生下不来台，眼看就要发作的瞬间，远处的山路上突然传来了接连不断的汽车引擎声，车队缓缓停在了处理站门口，车门依次打开，走在最前面的是镇长秘书，身后跟着几位西装革履的陌生人。我快步迎上去，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。镇长秘书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头向身边的人介绍，语气里满是骄傲：这就是林威，这个污水处理站从设计到施工运营，全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。这可是我们县第一个村级标准化污水处理标杆项目。镇长秘书指着身边几位介绍：这几位是省里来的环保投资公司老总，专门过来考察你的项目。镇长秘书的话让林茂生白了脸，他背在身后的手抖得跟筛糠一样。几位老总纷纷上前和我握手，看完中控室实时跳动的水质检测数据和完整的运营台账，不住地点头称赞：了不起，一个村级站能做到这个标准，比很多乡镇级的都规范。既解决了环保痛点，又探索出了市场化运营，太有借鉴价值了。既解决了环保痛点，又探索出了市场化运营模式，太有借鉴意义了。一句句夸赞清晰地传进所有人耳朵里，林茂生刚才的嚣张和得意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满脸的惶恐和不安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我这个被他想吃绝户、踩在脚下肆意羞辱的毛丫头，竟然能让领导带着投资公司的老总专门跑几十里山路来看我的项目。周围的村民们更是彻底惊呆了，看着我的眼神里，除了讨好，更多的是敬畏。他们终于明白，我不是他们眼里的疯子，而是真正有本事、有远见的人。之前他们的嘲讽和讥笑，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无知。他们在处理站里考察了半个多小时，跟我敲定了专项扶持资金，还说要把我的处理站当成
全县乡村环保的标杆项目进行推广。临走之前，镇长秘书特意把林茂生叫到身边，严肃地叮嘱：林主任，这个项目是咱们镇今年的重点工程，县里领导都盯着呢。人家林地全属清晰，所有手续合法合规，以后村里必须全力配合。林茂生立刻点头哈腰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，表示村里一定全力配合，全力支持。车队缓缓驶离，消失在盘山公路的尽头。林茂生慢慢转过身，脸上的谄媚又浓了几分，搓着手一步步朝我走过来。喂啊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开口，叔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之前除名的事儿是叔不对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叔一般见识。当初他把我们家逼到绝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看着林茂生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支持就不必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把我们家的80万征地补偿款，还有新民居的安置房，一样不少的还给我们。这话一出，林茂生的脸瞬间就白了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他强装镇定，干笑了2声说：补偿款的事儿是镇上统一规定，家的林地全属有争议，可不是叔扣着不给。我挑了挑眉，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，那是我家的林地承包合同原件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承包期限30年，承包人是我爸林守义，发包方是青石峪村村民委员会，当年的村委会公章，还有当时的村会计和林茂生的亲笔签名。下面还有我找到的打款流水，上面显示本该打给我爸的80万补偿款和对应的安置房名额被林茂生截留，落到了他自己名下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这合同上的红章是你当年亲手盖的，现在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全属有争议？你截留我家的补偿款，侵占我家的承包地，真当没人知道？我每说一句话就往前逼近一步，林茂生就往后退一步，直到后背抵在了墙上，退无可退。林茂生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知道这件事一旦捅出去，他这个村主任就做到头了，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林茂生立刻凑上来，拉着我的胳膊，压低声音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让我有话好好说，还说钱的事他给我解决，让我放心。说着就推搡着我进屋。我甩开林茂生的手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把我们家的补偿款一分不少的打到我爸的卡上，另外给我爸妈当众道歉，不然我手里的证据足够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不再看他一眼。林茂生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像一尊被钉在地上的雕塑，一动也不动。周围的村民们看着他的眼神也变成了鄙夷和怀疑。原来全村人都拿到了补偿款，唯独我们家没有，并不是我们家的林地有问题，而是村主任他们选出来的带头人把我们家的钱给私吞了。林茂生清楚他的好日子到头了，2条路摆在他面前，要么乖乖把钱吐出来当众道歉身败名裂，要么就等着我把证据交上去锒铛入狱。3天时间一晃而过，约定的最后期限到了。这天一大早，我爸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银行到账短信，80万征地补偿款一分不少打到了他的卡上。钱到账的那一刻，我妈拿着手机反反复复地看着那条短信，眼泪再次掉了下来。压在心里几个月的委屈和不甘终于得到了释放。我爸拿着手机，手又开始抖了，他看着那条短信看了足足有10几分钟，然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钱到账没多久，林茂生就来了。他头发乱糟糟的，眼底满是红血丝，整个人憔悴了一大圈，定制西装皱成了腌菜，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。林茂生走到我爸妈面前，在桌上放了一把钥匙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沙哑卑微地对着我们一家道歉，求我们高抬贵手放他这一次。我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，当初他看着我爸气昏过去却无动于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当初他把我们家从补偿名单上抹掉，私吞我们家的钱，把我们家逼到绝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林茂生以为把钱和房子还回来，这事就能翻篇了，他错了，我要的从来都不只是这些。我看着他，淡淡开口，道歉我们收到了，钱和房子我们也收到了，但是这件事还没完。林茂生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，问我还想怎样。我冷笑一声，我想怎么样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个录音文件，里面传来的是林茂生和景区负责人、施工队的对话，内容是他虚报征地面积，私吞村集体的补偿款，收受贿赂，把景区的配套工程交给自己的亲戚做，还有他故意设计新民居管网，把排污出口定在我家林地，想事后霸占我家土地的阴谋。除了录音，还有我收集到的他这些年利用村主任的权力贪污受贿、中饱私囊的所有证据。林茂生听着录音里的内容，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，身体一软，直直地朝着地上跪了下去。他终于明白，我要的从来都不只是那80万和房子，我要的是他彻底付出代价，为他当初的所作所为买单。林茂生跪在地上，死死抱着我的腿，痛哭流涕地哀求我放过他。当初他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，但这一切都是林茂生咎由自取，而他欠全村人的债也该好好算一算了。我冷冷地质问林茂生，当初他把我们家逼到绝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们？他私吞征地补偿款，中饱私囊，损害的是全村人的利益，不是只有我们一家。
他该道歉的还有全村的村民。我告诉正在痛哭流涕的林茂生，你该受的惩罚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是法律决定的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走进了处理站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好，匿名举报给了镇里。没过3天，镇里的调查组就直接找到了林茂生，把他带走进行调查。林茂生被带走的时候，头埋得快贴到了胸口，周围的村民围着他，吐口水的，骂娘的，没有一个人替他说一句好话。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选出来的村主任竟然是个贪污腐败的蛀虫，看着和善，可背地里干的全是龌龊的勾当。林茂生被带走调查之后，很快就有了结果，他因贪污罪、受贿罪被免去村主任职务，赃款全部被追回，还被移交司法机关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曾经在青石峪村说一不二的村主任，彻底身败名裂，跌入了谷底。从那以后，村民们见到我爸妈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鄙夷和嘲讽。而我的污水处理站也彻底爆火了，开业第1个月，营收就突破了50万。县生态环境局的扶持资金很快到位，我拿着这笔钱又扩建了处理站的处理规模，新增了中水回用系统，处理后的清水直接可以用来灌溉农田、绿化浇洒。我和景区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入，景区的生活污水也接入了我的处理站，给了我一笔长期稳定的运营费。我的处理站成了全县乃至全市都有名的农村污水治理标杆项目，周边村子都纷纷过来考察学习，想让我帮他们也建处理站。之前那些跟着林茂生一起嘲讽我们家的村民，此刻都满脸的愧疚和后悔，纷纷跑到我家来给我爸妈道歉，求着我给他们开通排污接口。我爸妈看着他们，只是淡淡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他们心里的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烟消云散，而我也终于为我爸妈、为我们家赢回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尊严。面对他们的请求，我没有一概拒绝，也没有全盘接受。我当着全村人的面定下了一套铁则，也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排污规则。我每天只开放3个时段排污，定点排放，过时管道全关。半夜拉肚子想冲马桶，不好意思，憋着好。然后是按次扫码收费制，居民冲马桶排污1元1次，扫码开罚，不扫码不排水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 VIP 绿色通道制缴纳200块1个月的 VIP 费用，可享24小时不限时排放，不用等定点，管道堵塞优先上门维修。接着是恩怨分明分级制，当初没跟着林茂生对我家落井下石的村民，可以免3个月的基础排污费，优先开通 VIP， 费用打5折。当初带头嘲讽骂我们家最凶的村民，前3个月不开放 VIP 权限，只能定点排放，且费用上浮50%。他们想开通 VIP， 必须先在全村大会上当众给我爸妈鞠躬道歉。最后是全员监督制，但凡有一户闹事私接管道，全村排污管道暂停24小时，后果由闹事者承担，村民互相监督。规则一出，全村彻底炸了锅，有人跳脚骂娘，有人拍着大腿哀嚎，还有人当场就红了眼。可骂归骂，闹归闹，没有一个人敢真的转身就走，毕竟全村的排污命脉都攥在我手里，谁也不想回到过去的日子。从这天起，青石峪村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名场面，家家户户都定了3个准点的闹钟，铃声一响，全家轮流冲马桶。当初骂我最凶的那几户，在饮食上处处小心，生怕出半点差错。有村民的农家乐接了婚宴，但忘了续 VIP， 中午排污口关了，后厨污水排不出去，他们只能一盆一盆往外端，被客人拍了视频发网上，丢尽了脸。之前对我家嘲讽的太凶的村民开的民宿，因为前3个月不给开 VIP， 客人半夜冲不了马桶，天天退房投诉，不到半个月就倒闭了，还赔了一大笔违约金。我的规矩一出，村民们都明白了，做人要留一线，不能太势利。当初那些善良的没有落井下石的村民，现在都跟着我，不仅免了费，还优先接入管网，开的民宿农家乐生意火爆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那些当初嘲讽我们最凶的人，只能看着别人赚钱，自己不仅要多花钱，还要受定点排放的限制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我爸妈看着这一切，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一辈子在山里受穷，被人看不起，现在终于因为自己的女儿扬眉吐气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一个污水处理站只是我的起点，我要做的是改变整个青石峪村，改变这片生我养我的大山。污水处理站的稳定运营，给青石峪村解决了最致命的环保痛点。于是我成立了一个文旅合作社，把村民们都吸纳了进来，并跟他们约法3章。他们满口答应，说一定听我的，按我的规矩来。我给他们做免费的培训，教他们怎么做农产品文创，怎么拍短视频引流，把我的污水处理站和村里的民宿、农家乐、农产品销售全部绑定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旅产业链。短短半年时间，整个青石峪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之前冷冷清清的小山村，现在天天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村里的农产品像山核桃、板栗、土蜂蜜、
山野菜之前都要拉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买，现在村民们坐在家里就能把东西卖出去，还能卖出好价钱。只知道土里刨食的村民，现在个个都成了小老板，收入翻了好几倍。县里和市里的领导多次过来考察，把青石峪村当成了乡村振兴的标杆村，我也成了市里有名的乡村振兴带头人，还上了当地的新闻。可就在我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一场危机却悄然而至。危机的源头来自于景区。随着我的污水处理站越做越大，村里的文旅业态越来越火，景区的住宿餐饮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很多游客不再选择住景区里价格高昂的酒店，而是选择住村里的特色民宿，不仅便宜，还更有烟火气。景区的负责人坐不住了，他们先是单方面撕毁了和我的污水运营合作协议，停止了景区污水的接入。紧接着，他们又在景区的官方渠道发布公告，说我们村的民宿农家乐没有安全保障，提醒游客谨慎选择。甚至他们还动了歪心思，把通往我们村的景区西入口的路给封了。这条路是游客来我们村最便捷的一条路，封了这条路，游客要想来我们村，就要多绕20多公里的山路。这一招不可谓不狠，果然路被封了之后，来村里的游客一下子就少了很多。很多预约了民宿的游客，因为绕路太远，都纷纷取消了订单。村里的农家乐和民宿生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客流量锐减，村民们一下子就慌了，纷纷找到我，问我该怎么办。看着村民们焦急的眼神，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景区这是想把我们往死里逼。他们仗着自己家大业大，就想靠着封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我们击垮，把客流重新拉回他们的酒店。我安抚好村民们后，立刻开始行动，找到了镇里和县里的领导，反映了这件事。县里的领导也不好直接干预，只能帮我从中协调。景区那边态度非常强硬，说那条路是景区的内部道路，他们有权封闭，坚决不肯解封。协调了好几次都没有任何结果。看着一天天减少的客流量，看着村民们越来越焦急的眼神，我知道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，我必须主动出击，用我自己的方式打赢这场仗。我先是找了律师，咨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律师明确告诉我，那条封闭的道路是国家投资修建的乡村公路，属于公共道路，景区无权私自封闭，他们私自封路已经涉嫌违法，拿到了法律依据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接下来我没有再去找政府协调，而是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把景区私自封路的证据，包括路障的照片、视频，还有和律师的咨询记录，全部整理好，发布到了网上。我还联系了之前合作过的10几个本地探店达人，还有几个全省有名的文旅博主，让他们帮忙转发扩散。我配的文案很简单，景区生意不好，就封了乡村公路，断了山里老百姓的致富路，这样做合理吗？这条内容一经发布，瞬间就在网上引爆了，网友们看到之后全都炸了。短短1天时间，这条内容就冲上了本地热搜，话题阅读量破了1000万。无数网友跑到景区的官方账号下面留言指责，要求他们立刻解封道路，甚至还有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件事，纷纷给景区打电话要求采访回应。景区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之中，口碑一落千丈。而我做的第2件事，就是直接向执法队举报了景区私自封闭公共道路的违法行为。有了网上的舆论热度，还有确凿的证据，执法队立刻就受理了我的举报，当天就派人去现场核查。核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执法队立刻给景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，责令他们24小时之内拆除路障，解封道路，否则就将依法进行处罚。一边是全网的舆论指责，一边是执法部门的整改通知，景区再也扛不住了。不到24小时，他们就乖乖地拆除了路障，把封闭了半个多月的道路重新解封了。路通了的消息传到村里，村民们全都欢呼雀跃，激动得不行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感激。道路解封之后，村里的民宿农家乐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热闹。可我知道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景区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景区就放出了大招，他们宣布投入上千万，在景区里面打造一个超大型的高端污水处理站，还要配套建一个民宿集群，不管是规模、配套还是价格，都全面碾压我们村里的业态。景区还放话出来，要在3个月之内把我们村里的文旅生意彻底挤出市场。消息一出，整个青石峪村再次陷入了恐慌，我却异常的冷静，没有过多解释，立刻开始行动。我很清楚，景区的优势是资金、资源和景区内的位置，而我的优势是专业、运营，还有和乡村的深度绑定。在景区里面建露营地，只能做景区的配套，而我要做的是跳出景区，打造一个完整的乡村文旅度假目的地。我拿着这半年赚的钱，又申请了银行的扶持贷款，开始了我的新布局。我先是和周边的几个村子签了合作协议，开发了好几条徒步、登山、溯溪的户外路线，还有采摘、
农事体验的乡村项目。然后我又和市里的研学机构合作，打造了一个大型的自然研学基地，专门接待中小学生的研学团，并把村里的闲置民房统一租了下来。我把它们改造成了不同主题的精品民宿，形成了集群效应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农产品品牌，把村里的山货进行标准化加工和包装，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卖到全国各地。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只靠一个污水处理站，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污水处理为核心保障，覆盖住宿、餐饮、研学、户外、农产品的完整文旅生态。景区能复制一个露营地，却复制不了我整个生态。3个月后，景区的露营地正式开业了。他们确实投了很多钱，规模很大，配套很豪华，价格也定得很低。开业第1个周末，确实吸引了很多游客，看起来非常热闹。可开业的热度过去之后，景区民宿集群的客流量就开始断崖式下跌。很多去过的游客都在网上吐槽，说景区的民宿虽然豪华，但是太拘束了，不能烧烤，不能唱歌，晚上10点就必须静音，完全没有乡村度假的氛围。除了逛景区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项目，玩1天就腻了，根本不值得专门跑一趟。反观我们村里的民宿农家乐，不仅有丰富的户外活动，还有完整的配套业态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住2-3天，都有玩不完的项目。而且我还在不断的更新活动，春天做采茶节，夏天做溯溪节，秋天做丰收节，冬天做冰雪节，一年4季都有不同的玩法。游客们纷纷选择了我们村里的民宿。景区的民宿集群开业不到2个月，就变得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上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，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他们配套间的污水处理站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污水量处理，设备长期闲置，成了摆设。景区的负责人彻底傻眼了，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投了这么多钱，建了这么豪华的配套，为什么就是干不过我这个山里的小村子？硬的不行，他们就只能来软的。没过多久，景区的总经理就亲自带着团队来到了我的污水处理站，找到了我。这一次他们的态度非常客气，跟我道歉，说之前封路的事是他们不对，希望我能不计前嫌。然后他们提出想跟我深度合作，让我来运营景区里的污水处理站和民宿集群，还要和我一起联合打造整个片区的文旅产品。我知道这场仗我最终还是赢了。和景区达成合作之后，我的事业再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我接手了景区的污水处理站和民宿集群之后，只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让原本冷冷清清的业态重新焕发了生机，实现了扭亏为盈。我把2个污水处理站打通，做了差异化运营。景区里的处理站主打景区内部的污水处理和轻量化配套，服务1日游和短途游的游客。我自己的处理站主打全村的生活污水处理和深度度假配套，服务团建、研学和多日游的游客。2个处理站互相补充，2个民宿集群互相引流，营收都实现了爆发式增长。仅1年时间，2个处理站加上文旅合作社的总营收就突破了2000万。我也变成了身家千万的年轻企业家，成了全省有名的乡村环保文旅的带头人。整个青石峪村从之前的省级贫困村一跃成为了全市有名的富裕村，乡村振兴标杆村。村民们都说，没有我就没有青石峪村的今天。我一个人走到了污水处理站的中控室楼顶，夜色渐浓，山里的星星格外的亮，漫天繁星像钻石一样铺满了整个夜空。山下的村子里，民宿的灯火连成了一片，游客们围在一起唱歌、烧烤、看电影，欢声笑语随风飘过来。我低头看向脚下的污水处理站，心里满是感慨。半年前，这里还是我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，是全村人嘲笑的废墟，而现在它成了整个青石峪村的心脏，滋养着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。很多人都说我运气好，赶上了乡村振兴的风口，踩中了环保的红利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些在图书馆熬到凌晨的夜晚，那些对着图纸反复推演的日子，才是我真正的底气。你读过的每一本书，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不会白费，他们会变成你手里的剑，脚下的路，让你在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，依然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，不仅能救自己，还能照亮身边的人。夜风拂过，带着山里草木的清香，我抬头看向漫天繁星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。未来，我还要带着这片大山里的故事，走到更远的地方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乡村的美，看到乡村的无限可能。